伦纳德，他是 NBA 联盟中最优秀的球员之一，一名沉默的杀手。他没有丰富的表情，平时也少言寡语，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时常交出统治赛场的表现，尤其是一些投篮姿势，似乎能看到传奇的身影。伦纳德后仰跳投与迈克尔乔丹有几分神似，不仅是这些后仰姿势，伦纳德的中投每个夜晚都会为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他也一直在用这项神技主宰着比赛。所以这部影片会像科比与乔丹分析对比一样，我会详细介绍伦纳德在技术层面有哪些和迈克尔乔丹十分相似，以至于这些技术将他带到怎样的高度。让我们进入影片吧。伦纳德作为现役极少数的全能型硬手投篮球员，在科比退役后可以说是重新扛起了乔丹式投篮大旗。他本人也从未掩饰过自己对乔丹投篮的崇拜。在高中时期，伦纳德经常向朋友介绍自己有多么崇拜乔丹，畅想着自己以后也要成为乔丹这样的球员。甚至他的手机里全都是乔丹投篮视频，而他本人也是练出了与乔丹相同的硬手投篮技术。所谓的硬手技术，是整个手掌处于紧绷的用力状态，5根手指用力伸直并大力张开，就像伦纳德出手一样。手指伸得非常直，整个手部肌肉非常用力。而库里投篮出手后，他的手指会非常放松，没有任何紧绷感，所以这类是软手投篮。由于硬手投篮肌肉非常紧绷，所以他的持球、举球、支撑都非常稳定。即使有防守打到我们的投篮手臂，只要力气不是很大，对我们的投篮影响不会很大。所以当我们专注伦纳德投篮时，你会发现他和乔丹使用的是同一种方法，拨球投篮。在出手手型方面，伦纳德选择了和乔丹完全一样的手指绷直、指尖上翘的纯硬手投篮。这一点和科比不同，科比的手感要比他们俩柔软一些，所以说科比的3分要比他们出色一些。而面对高强度防守的中距离投篮，伦纳德与乔丹会更稳定一些。正是凭借这种手型，伦纳德在空中作战能力非常强，即使身体出现了失衡情况，而一双大手为他们提供了太多先天优势了。这就导致伦纳德后仰跳投命中，表现非常出色。硬手的手型引领着我们投篮时全身肌肉会相当的紧绷，所以我们的空中稳定性就会很好。你们看，这是伦纳德后仰跳投的姿势。他和乔丹相同，并没有上部影片详细介绍的挺腰问题。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伦纳德右肘是稍微高出右肩一点点，这是低肘部投篮的高度范围，和乔丹完全一致。光看这一点，伦纳德完成度要比科比高一些。这也很好说明为什么伦纳德在对抗后后仰跳投的命中率就很高，因为他在这一点和乔丹技术很接近，空中作战的他身体稳定性非常出色。伦纳德与乔丹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压腕了。伦纳德压腕不多，即使到头顶的发力点，伦纳德压腕也没有到最大幅度，而这是乔丹压腕幅度，已经是最大范围了。但这个对投篮命中影响并没有像挺腰那么大，所以光从投篮手型来看，伦纳德等于全盘接受了乔丹式发力的优缺点。出手简单稳定，但呼底偏低，这也很好解释了为什么伦纳德投篮与乔丹总有那么几分神似。美中不足的只有跳投后制空时间了。但让我们忘掉这些，伦纳德已经在技术这条路上朝着乔丹的方向走到了极致。伦纳德能做到这些，最大的先天优势就是这双大手。这一刻你不得不感叹天赋的美好，但伦纳德并不满足于此。他不仅学到了偶像的投篮精髓，伦纳德在低位被打技术中有很高的专业度。像这里，乔丹在低位用他的右肩读取了防守的重心，所以他本能的从另一个方向完成转身，旋转到后仰跳投的终结区域。你会看到伦纳德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用左肩感受欧文的防守重心，向右侧旋转完成翻身跳投。而这绝不是伦纳德的灵光一现，他非常喜欢在低位这个位置耕耘，不断进化自己的翻身跳投技术。但就像刚刚我说的，伦纳德动态天赋并没有达到历史顶级，他没有乔丹的制空，没有出色的爆发第一步，甚至是一些细腻技术，伦纳德在身体协调方面并不是很出色。所以很多人会开玩笑的说他是卡伊顿的乔丹。当然了，毕竟伦纳德属于重型前锋体型，225磅的体重，他却时常交出冲爆力灌篮的表现。伦纳德较比乔丹是差很多，
但在重型前锋球员之中，他的动态天赋其实并不差，而伦纳德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背身进攻中非常喜欢与防守的身体对抗，他会主动靠在防守身上，给予防守强硬的身体对抗。他的技术很细腻，伦纳德在背身中会掺杂很多转身假动作，迷惑防守。像这里防守非常的聪明，在与伦纳德对抗中，他始终高举着右手，因为伦纳德很喜欢向底侧转身跳投，所以伦纳德向左侧做出了一个假转身，防守的左脚因为这个假动作向后退了一步，伦纳德投篮空间就出来了。他的进攻非常明确，如果有机会会不减速突破，冲进篮下完成灌篮。如果防守没有失位，他会在协防无法照顾的区域停球，用身体强硬的单吃防守。比如这里，伦纳德大幅度降低自己的重心，做出突破的姿态。找准角度后，伦纳德很喜欢在这个位置停球，通过一次身体对抗，用翻身跳投方式完成得分。这名球员是我见过现役主动寻找身体接触能力最强的小前锋球员。现役的3大顶级小前锋，勒布朗善于意识驱动，策应全队，终结时靠身体与技术完成碾压突破。杜兰特技巧性强，这为他投射提供巨大的威胁。而伦纳德在我看来非常善于寻找身体对抗，他不是在无效对抗。你可以发现伦纳德的上篮终结、翻身后仰等等这些进攻手段的背后都有相当的身体对抗身影，他无时无刻在挤着人打。这种球员非常的可怕，只要持球进攻，要么得分，要么上罚球线，效率高的可怕。伦纳德的转身虽然并不流畅，但非常充满力量感，这也是为什么防守非常不喜欢去对位他，真的是费力不讨好，犯规都很难阻止他。他就像这个时代的逆行者。这些篮下技术、高强度身体对抗并不吃香，并且这些技术对体力消耗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伦纳德相比其他球员更需要休息时间。一个重型前锋拖着225磅的身躯，经常在低位这个位置去完成那些费力不讨好的翻身后仰动作，体重越大对抗越多，意味着体力消耗要成几倍增长。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什么比这更可靠的了。但让我意外的是伦纳德出色的无球能力，这是在马刺留下的瑰宝。伦纳德真的要感谢马刺配角时期对防守和无球大量锤炼的时光，正是这些技术让伦纳德基础无比的牢固，也正是马刺那段时光让学习能力极强的伦纳德明白什么叫做厚积薄发。而退役之后 NBA 和外界也在寻找乔丹接班人，比如科比被称为打球最像乔丹的男人，又或是韦德被帕特莱利说是矮了2寸的乔丹。而如今要说到打球最像乔丹的球员，那无疑就是伦纳德，还被众多球迷戏称为卡针版乔丹，因为他无论是对篮球的态度，还是在其篮球场上的表现，都跟乔丹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那么明明一个是飞天遁地的飞人，一个是速度不快、跳得不高的重型前锋，为什么会被联系在一起呢？下面通过鲈鱼的分析，你可能就会找到答案。先说防守，伦纳德的防守被称之为死亡缠绕，他的死亡缠绕能把你防得怀疑人生。高大的身躯、宽厚的肩膀，加上变态的手掌和臂展，就是不动站在你面前，你都会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来。但我们会发现，伦纳德很少会像贝弗利或者托尼·阿伦那样饿虎扑食似的上前撕咬防守。他喜欢低重心，双手控制出球路线，与进攻球员维持在一个不远不近的，但你没法突破我，我伸手就能够到球的距离。传统的伟大外围防守者，比如皮蓬，对球单防时多是平步站位，依靠快速左右移动重心黏住对手。近代如巴蒂尔和瑞士金刀卡夫罗萨亦是如此。因为古典防守其实更在意个人黏住，不给队友找麻烦。伦纳德则倾向于前后脚站位，他秉持马刺一向的防守思路，堵中放边。因此你常能看见伦纳德劈叉双腿，前后脚压低重心，贴住对手放空一侧。就像这回合，右脚在前，左脚在后，身体重心下沉，防守右侧空间。虽然有一定的距离，但如果林书豪投篮，伦纳德还是可以干扰到。所以林书豪这时想要从伦纳德的左侧突破，随即就被断了球。所以在伦纳德头上投篮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前后部贴着你呢。强行运球突破，
他的前扑与前手虎视眈眈的预备袭扰你运球呢。低身招球反击扣篮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是也因为相对维持着一定距离，他对上库里这样随时随地就能起手的怪物就比较吃力。但对其他进攻人，伦纳德不会轻易给空间，他的手总是处在可抄球的范围内，给对手巨大的压力。他的重心低，范围大，所以能在快速移动时急速出手抄球，所以在他身边1米内都是危险的。就像这里，进攻球员切到弧顶截取，正要准备突破，伦纳德瞬间下手破坏了对手的运球。这里格里芬假动作晃乱邓肯的重心，随后压低重心突破，伦纳德就从斜侧里杀出精准断球。我们会发现他的一个习惯，在防守时，他总在对手要做动作时悍然出龙爪手断球。就像这里，欧文已经过掉了第一道防守人，来到罚球线准备收球上篮了，但就在这时，伦纳德从弱侧杀了过来，伸手精准断球，破坏了欧文的进攻。同样的，小加索尔刚要收球起步，伦纳德悍然伸出大手完成断球。再比如面对挡拆时，看对方掩护人移动了，马上上步拉近距离，随后直接下手将球断掉。虽然没有绝对速度，但他对球的预判非常准。他防守时很少起速，只有一种情况，对手要突破空框，他会从身后加速完成封盖。比如这回合，利拉德叫掩护，随后从掩护另一侧加速突破。这时伦纳德已经被利拉德甩开半个身位，利拉德加速突破空框，伦纳德起速从身后完成封盖。再比如这里，哈登借掩护突破，伦纳德急掩护追防。可以看到，哈登已经完全把伦纳德甩在了身后，但这时伦纳德从身后来，哈登是看不见的。于是伦纳德加速起跳，在哈登上篮时从身后完成封盖。伦纳德的防守就像是一个等待猎物的猎人，等进攻跳入自己的搏杀范围，再迅速出击，一击必杀。虽然说猎人开枪击杀猎物时很刺激，但它并不简单。伦纳德之所以有如此恶魔般的防守，离不开精准的预判、耐心等待和漫长熬练。比起贝弗利、阿伦们猎犬般永不停止的疯狂撕咬，伦纳德的防守更多靠耐心、细节、意识、身位伺机而动。再说进攻，伦纳德的中距离是他在季后赛关键时刻的主要杀器。逐渐消失的中距离持球表演在伦纳德的身上得以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常规赛时，这个技能仿佛有些多余和低效，可一到季后赛关键时刻，他就变成了杀死比赛的利器。他的中距离节奏控制得好，并且凭借着他的长臂，他的投篮也不易被封盖。伦纳德的突破，身体重心放得低，突破脚步扎实，速度虽然不快，但能凭借着出色的身体硬度扛着防守球员杀到篮下。就像这里，在一记掩护后，伦纳德并没有甩开防守人，但身体马上降低重心，靠着防守人直接就进到了篮下。他的上篮或者撤步投篮是突破过人之后的终结方式，没有很多的花哨技巧，但是很有效。伦纳德的背身后仰和乔丹很相像，但是还是有些区别。伦纳德好像已经学习了像乔丹一样感知后方防守者的能力。乔丹用肩部来感知防守人的重心，本能上马上转身后仰。伦纳德的后仰也是一样的，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完全是用感觉来感知防守人的重心。但更重要的是，伦纳德能够使防守人痴晃，这样他就能转身创造出更大的投篮空间。这和乔丹是非常相似的，但有一个区别就是，乔丹的滞空时间更久一点，有时候甚至在下落的过程中出手。滞空时间更久一点，会让乔丹的转身更加彻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更好的避开防守。乔丹的滞空久一点，可以有更好的出手空间。老实说，只有乔丹可以这么做，但是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伦纳德的转身就更快一些，因为他没有乔丹那样的滞空能力。伦纳德后仰漂移距离很远，因为他和乔丹的垂直弹跳差不多。伦纳德的出手点很高，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投篮容易被干扰到，出手点太高，没办法伸直手肘。乔丹几乎每次出手，手肘都是90度。伦纳德的脚还在地面，球已经到了出手点了，空中没有多余低位动作。他在空中时，除了转身和出手，根本不需要做其他动作。乔丹的转身则更加能骗过防守人。比起伦纳德防守人，乔丹的防守人更容易失位，所以伦纳德被干扰的程度就更大一些。
但投篮前伦纳德制造的对抗比乔丹好一点，这样能够让防守人失去重心。伦纳德的投篮弧度很平，可能是出手点高的原因，所以更多的是水平镜框而不是垂直镜框。伦纳德非常喜欢体前拉球变向，他的拉球很有辨识度，力量大，球速快，悬停长，还结合小跳步，一个拉球一个小跳步，一卡一卡的，卡针版的乔丹感觉出来了。乔丹是篮球之神，是篮球领域独一无二的存在。乔丹的防守和他无解的进攻完全控制比赛，让大家知道谁是场上的 MVP。而当代卡针版乔丹也正在努力扮演着一个非常相似的球员，成为球场上的 MVP， 成为更好的自己。下赛季的伦纳德将迎来自己的复出，同时乔治回归以及沃尔加盟，快艇的实力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自加盟快艇以来，伦纳德一直打打停停，没有打出过成绩。而下赛季将会是他正的小哈达威却意外的发现手中的篮球消失了，一点不夸张，当时我直接愣住了。看画面回放才明白，这球其实是被伦纳德抄截了。有时候真的怀疑他是一个机器人，手掌仿佛就是一个强力吸球器，随心所欲地把篮球吸到自己手中。再看一眼数据，伦纳德本场比赛已经拿下4次抄截，4次也是独行侠全队抄截数。而当快艇第1轮系列赛结束后，很多人关心的数据也随之出炉。东契奇在其他快艇球员防守下158投80中，投篮命中率高达 50.6%， 三分球57投25中，命中率同样不低，可达到 43.9%。但当伦纳德负责单防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38次投篮命中16记，命中率跌至 42.1%， 三分命中19投6中，命中率仅只有 31.6%。这已经不是第一个巨星在伦纳德防守吃下大亏。伦纳德的死亡缠绕不知是多少名球员的噩梦，勒布朗、韦德、库里、哈登，还有他的新队友保罗·乔治等等诸多联盟顶级进攻球员，都在他的死亡缠绕下吃满了教训。2014年伦纳德荣获 FMVP，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效地限制勒布朗发挥。自2000年开始， NBA 年度最佳防守球员21年来只有3次是外线球员获得这一奖项，伦纳德就占据其中2次。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伦纳德截至目前生涯一共送出1013次抢断，但只有988次犯规，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数据了。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看同样作为外线球员拿到过最佳防守球员的迈克尔·乔丹的数据，一共2514次抢断，赔上了2783次犯规，这已经是历史上仅有的抢断犯规比例了。但从比例上来看，伦纳德更加出色，也是目前唯一一名能将防守做成 highlight 的球员。他防守下的都是 NBA 非常有名的超级巨星，出色的臂展，夸张的一双大手，就能让伦纳德远超其他出色防守球员吗？这部影片鲈鱼会为大家分析伦纳德那些防守细节。首先，伦纳德防守习惯让他会减少犯规的苦恼，持续保持能攻击持球人的范围，但是又不会贴身防守，保持一定距离，让持球人很难造成伦纳德犯规。很多时候，持球人认为伦纳德不会上前抢断，索性就放松了警惕，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伦纳德会非常注意篮球与身体的位置，然后决定什么时候可以用那双大手将球抢断。他真的太专注了，无论持球人如何努力将篮球放低，伦纳德都能瞄准篮球下落的瞬间，将手放在篮球落点路线。下落过程中，持球人想做到保护球不被抢断，实在太难了。不仅是篮球落点，伦纳德很擅长分析持球人的下一个运球动作，他会关注你的运球习惯。一些球员在伦纳德面前轻易使出体前变向时，就已经结束了。当他预测到对方下一次体前变向会将球运到另一只手中，伦纳德就会提前将手放在运球路线中，最后只需要耐心等待篮球乖乖自投罗网。不同其他球员，防守跑位的球员，伦纳德优先考虑的是截下他们的传球，而不是追上准备接球的人。就像这个名场面，很多球员会下意识追防巴特勒，他的反应实在太快了，瞬间截下高速传球。当我们将镜头速度放慢，才知道他有多出色。球还没传出去，他已经用手扑出去了。出色已经不能很好的形容他了，历史级别的防守意识才是对他最好的赞誉。相比较联盟一些抢断王，伦纳德非常冷静，他很少会去做赌博式的抢断，这也是他犯规次数很少的一大原因。库里16年拿下抢断王，很多次抢断源于他赌博式下手抢断，这就导致那一年库里在第一节很容易吃到个人2次甚至3次犯规，不得不坐在替补席。伦纳德就像一头经验丰富的野兽，双眼不停地观察持球人的运球节奏，
好像在丛林潜伏一般，静若泰山。等到时机成熟，他会以极快的速度扑向自己的猎物。当持球人意识到身边多了一个大手，已经为时已晚。伦纳德对距离把控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很少看到他出现漏防的情况，因为他一点都不贪心，与持球人保持一定距离，即使抢断失败，也保证自己不会出现失位的情况。没有第二次机会时，也不会头脑发热，继续做好本职防守工作。如果我们看到伦纳德突然上前，用身体紧逼持球人时，他已经有了抢断思路了。多数情况下，我们会看到这样场景：不断伸手，强迫持球人改变篮球落点。但他很难意识到，伦纳德伸手并不是为了直接创造抢断，而是为了铺垫，为了让球暴露在无法被保护的位置。保持一定距离还有一个好处，能够轻松跟上持球人下一个动作。雷霆的 KD 在伦纳德身上可谓是吃尽了苦头，使用他最出名的体前交叉运球。伦纳德并没有着急后退一步，他与 KD 保持非常健康的距离，让他有更多空间对 KD 造成抢断。不仅是对持球，在跟防一些手中没有球，准备跑着去接队友传球的人时，伦纳德有个非常好的个人习惯，双手大幅度的张开，并伸出到传球的位置上。很多持球人发现，当他准备传球时，伦纳德已经提前伸出手臂挡在传球路线上。一名出色的防守，他不仅仅是有超强的单防能力，协防意识一定非常出色。看到两名独行侠球员跑到外线为东契奇挡拆，伦纳德已经观察到东契奇进攻路线，果断防去外线，快速跑到篮下协防，效果显而易见。东契奇只能被迫放弃上篮，但最著名的还是伦纳德独门绝学——死亡缠绕式防守。这个名场面，伦纳德造成韦德失误。他每次伸出手的位置，都会迫使韦德用着极为别扭的动作，才能勉强保护自己的球权，但最后依然逃不过被抢断的下场。伦纳德防守意识实在太出色了，当他伸手抢断第一落点时，他就提前想好韦德会将球放在什么位置进行保护，紧接着就是侵犯第二个篮球落点，以此类推，直至抢断。伦纳德防守超级巨星，真的非常有心得。每一名单打大师都会熟练掌握一套篮球技能。三威胁单打，当持球使用三威胁单打时，他会处于原地不动状态，冷静地思考，策划一个最完美的进攻方案。与其他防守者不同，伦纳德会极具侵略性的上前侵犯。在很多球员看来，贸然上前侵犯三威胁持球是非常不理智的，只会让对方轻松过掉你。但伦纳德没有这方面担心，距离的保持让伦纳德有足够的时间追上进攻，利用长臂的优势不断干扰持球的进攻思路。很多持球面对伦纳德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想选择哪一个进攻方式，而是不停思考伦纳德那双大手为什么如此难缠，稍有不慎就会面临抢断的下场。他的双手会以非常高频率方式不断出现在各个位置，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持球人的感受，眼花缭乱最为合适不过了。当伦纳德封盖时，他独有的习惯让封盖效率异常高，经常会让持球进攻猝不及防。比如说，我们追防一名从篮筐左侧上篮的球员，很多人会下意识用右手完成封盖，但伦纳德不同，右撇子的他有时候甚至会用左手完成封盖。持球人刚准备好做出保护篮球的准备动作，伦纳德的大手已经触碰到篮球了。他太擅长观察持球的真空期了，当对手出现一丝丝松懈，伦纳德就会重击出手。真正留名青史的球员，防守一定不会很差。如果伦纳德将传球开发到东契奇的高度，这名球员真的无法阻挡了，这才是真正的防守艺术家。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上球。